小姐围着二小姐的车转圈做什么？凤若的车比我的车好太多了。家主带着二小姐去购物才回来，买了很多东西。大小姐进屋看看吧。我进去看看有什么用？又没有我的份。凤琴摆出一副难受的样子，拍着凤若的车头，防盗器不停地响着。凤若开的总是新车、豪车，我开的虽然也是豪车，却是我哥不要了的。冠仪，怎么回事？我的车防盗器老是在叫的，谁乱碰我的车了？凤琴，是不是你碰到我的车了？你会不会开车的？我的车离你的车隔了10几米远的距离，我车技再差，也刮蹭不到你的车。那你站在我车子旁边干嘛？想偷车呀？没干嘛，就是看看你的车轮胎结不结实而已。说着，凤琴踢了几脚车胎，又引起防盗器乱叫。凤琴，踢坏我的车，你赔得起吗？我赔不起，我没有你那么多的零花钱，爸妈哥哥嫂子都疼你，都给你钱，我不如你富有，行了吧？凤琴说完，委屈地跑进屋里去。凤若傻了傻眼，在家里总能把她噎得死死的，凤琴居然委屈了。难道他这是要去找母亲大人告状？凤若连忙小跑进屋。凤若进屋的时候，看到了凤琴坐在了母亲的身边，正在说着什么。看到她进来了，凤琴就不说话了。妈，你别听凤琴胡说八道，我又没有怎么她，是她乱踢乱拍我的车子，导致我的车子响个不停，我就是说了她2句而已。原来是这样呀，凤琴又没说什么。凤琴不是向妈告状的吗？她刚才一脸委屈样摆给谁看呀？你大姐没有告你的状，她是一脸委屈进来了，不过是委屈她开的车都是旧车，没有一辆新车，说你的车比她的好太多。阿晴，明天就让你妹妹陪你去车行买辆新车，你想买哪一辆就买那一辆，不要说我偏心你妹妹。妈，她的车虽说不是新车，但咱们家车库里的车哪一辆就到哪里去，有得给她开就可以了，还要换新车，换了新车，万一她车技不好，横冲直撞的，撞了人怎么办？乡下人做事可粗鲁了。我是在乡下长大，不过我现在不是乡下人了，因为我回到我亲生父母的身边，反而是你，凤若，你的户口什么时候迁出去，迁回你亲生父母那边，当一个粗鲁的乡下人？妈，你看大姐又赶我走了，妈说过舍不得我的。凤琴，家里的事还轮不到你做主，你看看你把凤若吓到了。阿若，不用担心，只要爸妈还活着一天，这个家都轮不到凤琴当家做主。凤琴，你在兄妹当中排行最小的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你来话事呀？怎么就轮不到我来话事？我好歹是咱们凤氏家族的少主，以后是要成为家主的人，这个家族不是家主说了算吗？难道是你们说了算？爸，你有权利说了算吗？哥，你又有权利吗？嫂子就更不用说了，在我们家族来说，你是外人而已。凤琴反驳的他们脸色巨变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好了，我还在喘气呢，你们吵什么？我既然答应了给凤琴换新车，就不会反悔，你们有意见的都给我印回去。不管怎么说，凤琴也是咱们家族的少主，整天开辆旧车也是丢脸，她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凤家，她丢脸，凤家也丢脸。给凤琴换车，我是为了我们凤家的颜面。凤若，明天你就陪着凤琴去买车，凤琴你看中什么车，跟妈说一声就行，妈会派人过去给钱。谢谢妈。你今天下午去哪里了？一个下午都不见人影，又现在才回家。我去了乔家老宅拜访乔董，乔少和战三少也在，他们留我吃饭，盛情难却，我就在乔家吃了饭才回来的。是乔少请你去的吗？我自己去的，我都说了我去拜访一下乔董，并不是冲着乔少去的。我以后总要和那些大佬们常打交道的，周末有空的时候去拜访拜访，在大佬面前混个脸熟，对我们凤氏集团的未来也有好处。我跟乔太太相谈甚欢，聊着聊着，时间就过去了。战三少爷和乔董去钓鱼，又烤鱼吃，他们才会留我吃饭。你到底是去拜访乔董，还是冲着乔少去的？凤琴，乔少那样的人中龙凤是不可能成为我们凤家的上门女婿的。爸劝你，最好还是死了那条心。我没有想过要招乔少当上门女婿，而且我说得很明白，我是去拜访乔董，不过是周末，乔少也在家里而已。爸倒是不用担心我会为了乔少疯狂，还是担心你的宝贝女儿吧，她才是为乔少疯狂的那一个。凤若，你和凤琴不一样，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乔少，爸支持你。乔少那么优秀的男人，你若是攻下来了，你妈都会很开心的。凤若，妈也说过，你可以自由追求你的真爱。乔少和凤若那是郎才女貌。妈，我看乔董夫妻俩很喜欢战三少爷，战三少爷在乔家的待遇如同女婿一般。凤琴一句话，又让屋里的人集体噤声。我今天陪着乔太太聊天，
乔太太又带着我在他们家院子里逛了几圈，挺累的。妈，我先上楼去休息。去吧。妈，你说乔少会不会被战三少爷攻陷？乔少那么好的男人，要是那样我会心痛死的。这种事我们外人说不准，得看乔少怎么想。他若是真的喜欢战浩宇，愿意打破世俗和战浩宇在一起，谁也无法把乔少拉回来。浩宇，你刚才带着阿涵去哪里了？天气太热，带阿涵去游泳了。我丰泽酒店顶楼有个游泳池，被我清了场，阿涵可以放心的享受清凉。阿涵下水了吗？一开始没有下水，站在池边看着我游泳。后来我说他不下水就白去的，他想了好一会儿才下水的。我给他准备了女装，但他不肯换上。没有看到阿涵穿女装时的倾国倾城。你不用看我，我和我哥做了20几年的兄弟，现在叫他哥都叫习惯了。反正我是没有见过我哥穿女装的样子，问我爸妈吧，看他们有没有印象。阿涵打小就当男儿来养，他以前的衣服都和阿炫的一样的，没有穿过女孩子的衣服。以前觉得女儿当儿子来养，如同养了2个儿子一样，挺好玩的。好玩是好玩，玩得过火了，收不了场。要是我哥一直不想穿女装，将来和浩宇结婚都是男人打扮，那婚米就轰动了。哈哈，浩宇，你和我姐有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？乔杉，我虽然脸皮厚，你姐总是骂我不要脸，其实我是个正人君子。你姐不愿意，我绝对不会勉强她的。我以为你和我姐能有点实质性的进展呢。你自己思想不好，不要把浩宇也当成那样的人。浩宇是正人君子，我和你妈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好的。爸，我也是正人君子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你正不正人君子，但是外面的人看你，都是把你看成花心萝卜的。别人想与我结亲，都是冲着你姐来的。你长得不比你姐差，各方面也很不错，就是没人冲着你来的。真正心疼女儿的人，谁稀罕你乔家2少爷的身份？就你那么多的红颜知己，整天身边围绕着那么多的莺莺燕燕，什么货色都有，哪家敢把女儿嫁给你？你若有喜欢的，就定下来，不要再游戏花丛了，坏了名声，以后都不好娶老婆。还有，不要哄一个女星，你就去追星，就和人家来往密切，闹出绯闻来，你又说是红颜知己，男女之间就那点事，你以为你说是红颜知己，人家信你，讨不到老婆也是你活该。我真的是把他们当成红颜知己的呀。你说谁信你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你乔2少爷是什么名声？花心萝卜，见一个爱一个。乔杉，清者自清，等你遇到一个明知道你那么多红颜知己，还是对你死心塌地的女孩子，就要珍惜了，因为她是真的爱惨了你。我真的浑身是嘴也说不清，我也休息去了，郁闷。说他几句还不承认，不乐意了。乔叔，大姨，很晚了，你们也去休息吧，这里我收拾一下就行。浩宇，客房给你收拾好的了，你等会儿自己回房休息，晚安。乔董跟准女婿说了声，就和妻子一起回屋里去。战浩宇美滋滋的，乔涵在窗前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虽然不知道父母弟弟和战浩宇说了什么，但知道肯定还是与他有关的。千，再陪陪我好吗？放手，你过界了。千，我长得不好看吗？今晚看在你是第一次犯错，饶了你，再有下次，把你的手剁下来喂狗。想要钱，乖乖听我的安排。段芊芊进屋看到父亲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，她顿住了脚步。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过来！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，谁惹你生气了？告诉我，我替你出气去。爸，你这次出差时间太久了，我和妈都很想你。你出差回来也累了吧？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我起来给你们准备早餐。你今天一整天都去了哪里？忙公司的事啊，爸不在公司里，我天天都忙得像拉磨的驴，累死了。段太太咳了几声，提醒女儿今天是周末。段总看向太太，我可能感冒了，有点咳。你少在这里给女儿暗示这暗示那了，她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爸，我错在哪里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花钱请了一个身形和战少很像的男人陪着你，你要把他当成战少的替身。爸可以理解，那个男人的身形是很像战少，但你和那个男人拍了亲密照，寄给战家大少奶奶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脸，我和你妈还要脸呢。天下的男人死光了，你非要去抢别人的老公。老段，你说芊芊做什么了？她当别人婚姻里的小三。妈，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爸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是不是段琪告诉爸的？爸，他是想离间咱们父女俩的关系，想让爸将我赶出段氏集团，他好上位。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少扯到段琪身上，他没在爸面前说过你半句坏话，是你做出来的好事情。人家战印直接将你寄给海通的相片拍下来发给我，向我告你的状，让我管好你。
你自己心思不正，总想着赶段祺出公司，就把段祺也看成和你一样的人。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种不要脸的女儿？爸，我没有寄相片给海童。你还不承认？苏总都调查清楚了，战印身边都有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在他面前玩阴招，你以为你玩得过？你以为你能瞒得过他？我也不是今晚才回来，我早就回来了，没回家，那是在暗处看着你的一举一动。你和那个替身私底下做什么？爸都亲眼所见，战印没有冤枉你，爸也没有冤枉你。爸，我就是喜欢战印，就想嫁他，他有老婆，把他老婆赶走便是。我就不信海童能一直相信战印，等我找到与战印有几分相似的男人了。啪的一声，段总忍无可忍，段芊芊不敢置信地看着父亲。你好好说不行，非要动手打芊芊。现在我是打你，不能把你打醒的话，你以后就不要再进段氏集团。我不会把段氏集团交给一个会为公司带来灭顶之灾的人手里，哪怕这个人是我唯一的孩子。段芊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死了那条心，我的女儿必须得三观正。你那个替身，你趁早把他赶走。若是让我知道你还和他一起拍什么相片寄给战大少奶奶，我会冻结你的银行卡。我说得出做得到，你不相信的话，尽管可以试试，看我会不会把你赶出段氏集团，看我会不会把段氏集团交给段祺。说完，段总抬脚就往屋外走去。老段，你去哪里？老段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？段太太追出屋来，好好劝劝你的女儿，她是想继续当小三，背负一辈子的骂名，还是保留现状？她想清楚了再跟我说，没想清楚，没做好决定，不要联系我，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了。段太太回到屋里，看到女儿坐在沙发上默默流泪，她又是心疼。芊芊，从小大妈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芊芊，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，在我们这里，你这样的条件，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你的。妈也知道你心高气傲，一般的男人你还看不上。若是战少单身，你追求他，我和你爸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可是他结婚了，你就不要再想着，赶紧死了那条心。妈和你爸一辈子恩恩爱爱的，最看不惯的就是小三了。妈可不希望你去当小三。妈，我就是喜欢战印，怎么办？我一见他就迷上了。你不要去想他，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他。芊芊，听爸妈的话，咱们堂堂正正做人，不做那见不得光的阴沟老鼠。你爸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你若是执迷不悟，我们家里的所有财产，你爸还真有可能都给了他的那些侄儿。段氏集团是咱们家的公司，真给了段祺他们，你愿意吗？你为了一个连正眼都不会看你的男人，失去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你觉得值吗？段芊芊的泪水落得更凶了。你爸说了，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联系他，想不清楚就不要再回公司上班。该说的妈都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好好考虑。实话说，刚听到你要当小三的时候，妈的心呀就像被刀扎了一样痛，又透心凉。这是我和你爸教育的失败呀，是我们没有把你教好，没有教出三观完全正确的你，让你走上歪路。妈也自责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爸妈不想要你口头上的认错，我们要看到你用行动来证明一切。芊芊，希望你不要再让爸妈失望。妈上楼去了，你自己静一静，好好的想一想。段芊芊又不笨，在父亲冷血的让她选择时，她肯定不会选择战印的。她不能失去她现在拥有的一切。1个星期结束，海玲就从江城回来了。彤彤，姐，你回来了。洋洋，你看，妈妈回来了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妈妈也很想洋洋，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洋洋听话吗？我听话，姨丈都夸我是个好孩子。姐，你吃过饭了吗？还没有，等会儿我们一起去吃饭，我请客。好。海玲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洋洋天天都要念叨，我和彤彤听他的念叨，听到耳朵都起茧了。我就是想妈妈。大姨回家了吗？大姨叫我跟她过去吃饭，我想洋洋了，没去。海童想说什么的，却忍不住打了个呵欠。小姨很困，每天晚上我睡着了，小姨都还没睡，然后经常打呵欠。彤彤，你要注意身体，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姐，我会注意的，就是最近睡眠质量不是很好，白天才会老想打瞌睡，中午都不敢午休，一躺下就想睡个地老天荒的。都说了，书店有我看着，你不用分心，又怕我会累着，我哪有那么娇贵，在家里被苏南一家子当成国宝，什么都不让我做，我自己倒杯水喝，他们都害怕我烫着，只有来了店里，
我才能喘口气。况且苏南也安排了人帮我。我也就是偶尔过来看看。你怀着身孕，我也担心嘛。现在能看出你是个孕妇了。能看出来了吗？我自己还没感觉，也就觉得自己略圆润了一点。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个孕妇。再过2个月，你的肚子就隆起来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肚子就像塞了个西瓜一样了。好想宝宝快点长大，早点卸货，怀个身孕，这不许那不准的，感觉没点自由。等你卸了货，你又恨不得把它塞回肚子里去，带娃更辛苦，特别是头3个月，睡都睡不好。照顾过姐姐坐月子的海童对此是深有体会的。她打电话给丈夫，大家一起去管城大酒店吃饭。饭后，海童夫妻俩则是回山顶别墅，车行了不到10分钟，战印说着话就得不到妻子的回应了。这么困的吗？上车都没有10分钟，前1分钟还和我说着话，下1分钟就跟周公走了。大少奶奶一整天都在忙，没有休息吗？大少奶奶是忙了一整天，不过只要有闲的时间，大少奶奶都在打盹。海童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隔天清晨。醒了。现在几点了？我睡了多久？我不是在车上吗？还早，不到7点。最近你不要跑来跑去的，多点时间休息。连洋洋这么小都会说你老是犯困，那是你没有休息好，睡眠时间减少了。昨晚回来的时候，在车上跟我说了几分钟的话，你就梦周公去了。到家后，我抱你下车，你也没有反应。以往我只要抱起你，你就会醒来。昨晚把你放回床上躺着，你都还在睡，可见你累得慌，也是困得厉害。我都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眼皮重，想睡，想着就眯眯眼睛，谁知道睡得那么快。平时太忙，休息时间不够，也是真的，我都有黑眼圈了。可不是嘛，看到我都心疼死了。彤彤，你现在已经很厉害的了，你们3人创办的蔬菜瓜果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工人、月亮车也是越来越多。我们家那些小生意，妈还在管着的，你不要一下子从妈手里领过来，那样妈在家里闲得无聊，看你累着，我心疼得很。我没事，年轻着呢，身体好，精力充沛。昨晚那么早就睡着了，我现在就觉得精神特别好。我好像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准备过爱心早餐了，今天醒来的早，我去给你准备爱心早餐。我忽然怀念起咱们刚领证那段时间过的普通夫妻生活。你每天早上起来，要不自己煲粥煮面条，要不就去外面打包肠粉。我那时候第一次吃你打包回来的肠粉。我也怀念，要不今晚咱们就回明苑花园住一段时间。你决定就行，现在厨房都在准备早餐了。周末吧，周末咱们都休息，你再给我做爱心早餐。周末刚过，又得过几天才到周末，过2天咱们得去 A 市了，提前过去住2天，我想妍妍了。那好吧。忙碌的一天拉开了序幕，